到看到宋爷爷和江爷爷收熊的样子，我才明白瑞宝和辉宝更听江爷爷的话。宋爷爷收熊都爬上树了，辉宝都不愿意让爷爷抱下去，而江爷爷来了，辉宝不仅跟爷爷卖萌撒娇要胡萝卜吃，而且任凭爷爷怎么抚摸都不抗拒，甚至看到爷爷离开，自己就主动从树上下来，好去追爷爷。可以说辉宝丝毫不给宋爷爷面子呀。宋爷爷真是个可怜的小老头。今天是圣熙阿姨和江爷爷一起来收熊，圣熙阿姨给瑞宝递了一块胡萝卜。瑞宝这模样，怎么感觉瑞宝越来越像人类了？感觉宝家这优良基因继续繁育下去，大熊猫离直立行走都不远了。江爷爷拿着手机给姐妹俩记录着此时这可爱的模样。看来江爷爷说的暂停节目，应该是不再更新有关福宝的视频了。但是周一瑞宝和辉宝的节目还会继续进行，不过这也要等周一才能确定。希望周一爷爷会继续更新动态。瑞宝现在牙还没长齐，就算嘴巴张得再大，胡萝卜也只能受个皮外伤。瑞宝啃着啃着就累了，放弃了，打算休息一会儿。姐妹俩在室内园区自己玩耍，爱宝则独自在室外园区享受春日里的自由。而乐宝这里也好久没见到自己的小娇妻了，看到小娇妻后，隔空跟小娇妻示爱，但爱宝根本不想搭理乐宝，甚至看到乐宝就来气。因为爱宝发现有了孩子后，才明白自由的可贵，现在终于摆脱了带娃的负担，根本不想再体验带娃的感觉，让乐宝自己忍着吧。等到了下班点，将爷爷拿来奶盆给姐妹俩喂奶，辉宝很给面儿的从树上下来，乖乖来到爷爷身边吃奶。宋爷爷看到这画面又得碎了，因为辉宝让宋爷爷感觉到不被爱了。等宋爷爷再看到江爷爷和辉宝这宠溺的样子时，心里得难受坏了。宋小辉要改姓江了，本来跟爱宝说好的一人一只熊，谁也不会吃醋，但这下辉宝不跟自己玩了，宋爷爷的醋意更大了。这晚上宋爷爷肯定要去跟爱宝告状了，表示辉宝不跟自己玩，只跟江爷爷玩。江爷爷也有想过辞职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이지은님이 책 읽어보니 중간에 사직서도 내셨다고 해주셨는데 사직원을 한 2번 정도 냈던 것 같아요. 진짜요? 네. 第一次辞职的原因，想必宝家的老粉都知道了，那就是当时江爷爷在饲养明明和丽丽的时候，因为经济原因，爱宝乐园需要裁员来维持乐园的正常运行。但是江爷爷的搭档有家庭又有孩子，所以很需要这份工作。而江爷爷当时则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。江爷爷为自己的搭档考虑，瞒着搭档提了辞职。江爷爷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搭档和自己做出了同样的决定。江爷爷的搭档也提交辞职了，俩人的这一操作给园长整慌了，一共就俩饲养员，这还都辞职了。之后在园长和江爷爷以及搭档的面谈过程中，就将爷爷留下了。第二次辞职，江爷爷说是为了自己梦想。江爷爷从小梦想就是在牧场里面骑着马牧牛，当时刚好有一次机会接收到了一个这样的邀请，可以说是江爷爷被猎头挖了。也就是这次江爷爷第二次提交了辞职信，主持人替江爷爷感到庆幸，幸好江爷爷第二次的辞职也没有走成，可能这就是缘分和天意。如果真的离开了，江爷爷就不会将乐宝和爱宝挑选来韩国了，更不会有之后福宝与江爷爷的相遇了。而这或许就是对福宝，同时也是对江爷爷最好的安排吧。看到爱宝乐园在7月份的变化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爱宝乐园对宝家族在乐园的地位一直都没有改变过。就算福宝离开了，但爱宝乐园对宝家族的尊重和热爱一点也没少。而这周胜熙姨母和爷爷们也特意在节目中分享了这一消息。 7월달 다오 생일 일어서면서 아이고 상들이 좀 넘어져 앞으로 변화될 결사단이 진짜 무서워. 现在的爱宝乐园宛如一个熊猫主题的动物园，随处可见的大熊猫元素也证实着爱宝乐园对宝家的重视。而这周除了给宝家族添加新家具以外，瑞宝、辉宝这里爷爷和姨母们也都有在用心去陪伴。此时瑞宝正在享受爷爷的按摩，瑞宝躺在爷爷怀里一动不动的，任凭爷爷的抚摸，很是乖巧。一会儿将爷爷起身时，瑞宝明显有一点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心想爷爷你要去哪里？不过没事儿，爷爷走了还有姨母在，有姨母在也是一样的。身后换成姨母后，瑞宝这里依旧很温情。将爷爷离开一会儿后，很快又回来了，手里还拿来了新鲜的竹子，这些是将爷爷刚跑到园区的山上采摘来的。江爷爷心想着嫩绿嫩绿的竹叶，瑞宝和辉宝一定会喜欢，但是与竹叶比起来，瑞宝好像更喜欢爷爷，抱着爷爷不放手。而对于竹子则不屑一顾。爷爷起身走时，瑞宝还牢牢抓着爷爷的大腿，直到将爷爷坐下来陪着，瑞宝这才开心起来。将爷爷除了竹子以外，还给姐妹俩带了小苹果。
小苹果可比胡萝卜甜多了。吃上小苹果后，瑞宝也不再黏着爷爷，将爷爷这下也成功给自己脱身。宋3岁的影响下，将爷爷现在也疯了。现在两个爷爷越来越不拿乐宝当野生猛兽了，随意进出乐宝的园区，宛如乐宝不存在。而乐宝这里则是一副老大爷的姿态，表示你俩随便逛，别让我从木架上下去就行。不过将爷爷向来是放下竹子后就赶紧离开。宋爷爷这里则是向来都不太理智。宋3岁给乐宝放置完食物后，想的则是让乐宝赶紧下来吃。如果现在的这些不吃，等会儿的竹子和小零食就没法给了。宋3岁摇晃着乐宝的木架，宛如蚍蜉撼树。乐宝趴在小木架上，嚣张地问宋3岁是不是没吃饭，在用体力。而此时隔壁园区爱宝和瑞宝这里正上演爱宝如何拯救瑞宝。此时辉宝树上睡觉，爱宝这里紧紧咬着瑞宝的脖领子。刚才瑞宝玩耍时不小心从缝隙里溜下去了，爱宝发现的及时，紧紧咬住了瑞宝，试图给瑞宝重新拽上来。但是瑞宝这挣扎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不太想让爱宝救。瑞宝表示，妈妈你让我掉下去，我可能会更舒服一点。爱宝什么也不说，就这样紧紧咬着瑞宝。因为爱宝一说话，瑞宝就真掉下去了。瑞宝眼看妈妈不想放弃自己，瑞宝只好选择配合妈妈，小腿一翻便轻松上来了。刚才瑞宝掉下去一定是故意的，而爱宝拉住瑞宝也只是不想让瑞宝跑走，想留下瑞宝陪自己玩。直到一会儿，江爷爷要来给爱宝放新竹子了，瑞宝这里才得到解脱。爱宝回家休息，瑞宝趁着间隙爬到了树上，这样一来，爱宝再回来时就没法折腾瑞宝了。这些阿姨给姐妹俩放置在小树上的竹子，最后都会让爱宝吃掉。如果爱宝不吃，那就要拿去隔壁大象馆里喂大象了。爱宝是宝家唯一一只不挑食的大熊猫，什么样子的竹子，爱宝都能吃得很香。但奈何这一点没有遗传到宝家后代身上，怪只怪乐宝的挑食基因太强大。爱宝能让福宝以及瑞宝、辉宝有现在这般节约粮食的程度，已经是爱宝的基因家言传身教做的最大的努力了。而乐宝只会睡觉。这天，只见瑞宝和辉宝在妈妈来室内园区之前，偷偷给妈妈的竹笋找了出来，给其吃掉了。留在身上的竹笋皮就是证据。一会儿等爱宝从室外园区回来后，辉宝吃完后偷偷溜走了，假装自己没吃。而瑞宝吃完后倒头睡下了，也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。爱宝没有因为姐妹俩偷吃自己的竹笋而生气，而是坐在姐妹俩吃剩的竹笋堆前，一点一点挑拣着姐妹俩没吃干净的竹笋。爱宝这节约粮食的样子，让窗外的姨姨们看了，心里又暖又不是滋味，觉得爱宝实在是太懂事儿了。实际上爱宝不用吃这些碎渣，等着奶爸来给送新的就可以，但爱宝没有。爱宝给姐妹俩吃剩在小亭子上的竹笋全部挑拣干净了，给瑞宝这里吃干净后，爱宝又走到了辉宝这里。爱宝真是一点食物也不想浪费，爱宝这模样像极了所有勤俭持家的伟大母亲们。小亭子上除了姐妹俩没吃干净的竹笋以外，还有姐妹俩吃剩下的胡萝卜，爱宝也都一并捡起来吃掉了。在爱宝这里真是一点东西也容不得浪费。